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8月20日上午的9点42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那在前天的时候啊，我就把多头的方向改变成空头方向。为什么改变呢？我在前面行情当中分析了啊，主要原因是外围市场已经出现了一个时间周期变化、方向变化啊。外围市场我们主要看的是道琼斯工业指数，在周线级别上呢，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了周线级别的反弹，周线级别反弹之后，我们认为它顶到了60周均线的这个位置，这样呢就非常容易发生什么呢？非常容易发生日线级别的下跌。那目前为止呢，日线级别下跌在昨天，也就是周五晚间已经出现了一根标志性的阴线，这根标志性的阴线呢就叫悟空阴线，也就是日线级别的悟空下跌。从当前这个位置上啊，已经将要发生，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出现了周线级别上涨之后啊，对称性的日线级别下跌啊，这是一个时间级别的切换，方向切换啊，这个原理。基于这个原理呢，我们发现了啊，比特币在这两个交易日，特别是18号这一天，跌破了什么呢？跌破了它波谷连线。跌破过波谷连线之后啊，它的这个收敛三角形，也就是下边黄色线和上面白色线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发生了跌破。跌破之后呢，我就认为多头已经趋势将近啊，我们要看空到什么位置呢？在这轮行情当中啊，我一直提到的一个观点啊，就是第一轮反弹的幅度是最大的。那么这轮反弹呢，我们在日线级别上看啊，这轮反弹我们发现它反弹的幅度达到了42%，反弹幅度达到42%，然后顶到了一个什么位置呢？顶到了上边5月份波峰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啊，在25000美金的这个位置，再往上有没有空间呢？再往上确实是有空间，但是我们发现整轮行情比特币是最弱势的啊，比特币相对于美股弱势，相对于 A 股弱势。我们打开美股啊，我们发现了什么呢？它走出了一个周线的反弹。打开 A 股呢，它发生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也就是日线级别的反弹。那我们打开比特币呢，发现了什么呢？发现了它仅仅有这个日线级别反弹的预期，但最终呢没有走出唐僧阳线。日线级别的唐僧阳线没有走出来啊，这意味着整个金融市场里面，比特币作为美元的资金池，它是最弱势的。在这种情况下呢，跌破形态之后就有很大的可能性出现下跌出现持续的下跌。那么当前位置是21000美金，我认为它的下跌的目标位是在19000美金到2万美金这个区间。这是它的一个目标位，这个区间能不能扛住呢？我认为是有可能扛住的也就是说在19000到2万美金容易形成平台。为什么说它容易形成平台呢？我在前面行情当中说过了第一轮下跌比特币的下跌达到了75%，这是一个超跌。那18年和15年的下跌呢，都是70%，并且在70%的这个位置上形成了平台。那比特币如果下跌70%，从69000美金到70%的这个位置呢，它的价格呢就是在2万美金附近给它一个空余的量，我认为是在19000到2万美金附近这个区间能够形成一个支撑然后8、9、10月份现在是8月20号也就是8月下旬已经开始了。8、9、10月份围绕2万美金附近建立它一个平台建立平台之后，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认为2万美金或者19000美金是一个底部的时候在11月份左右11月份左右发生跌破。所以这个剧情是非常明显的历史行情当中给了我们，并且在当前结构上我们能找到它的各种迹象。那这轮下跌我们发现了它是一个快速的下跌，它的时间级别呢，我认为是4小时级别的，特别是在
85日出现这根标志性的4小级别阴线之后啊，我认为它是一个4小时级别的快速下跌。这里是悟空阴线，然后八戒阴线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那么目前呢，它形成了是一个4小时级别的下跌，有没有可能形成日线级别下跌呢？我认为日线级别下跌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因为它是一个急速的下跌。如果出现日线级别下跌的话它一定会跌破前低17622的，但我不这么认为。如果跌破前低的话，它的下跌空间会持续的打开最终呢，我们认为比特币的目标位是在10500这个10500是跌幅达到85%前2轮熊市都是跌85%。那在这个当前的这个位置上，我不认为它能够跌破出现一个新低不认为它跌破17622出现一个新低，它会形成一个平台，然后逐渐我们观察到这里面有个弧形顶弧形顶，这个弧形顶呢是连接这个波峰连过来的，然后逐渐的震荡通过震荡在10月20号左右接近这个边线位置接近这个弧形顶的边线位置这个位置呢非常容易形成平台，所以呢多头的小伙伴在当前时间点也不要特别担心，耐心等待它出现一个底部的形态之后然后可以做反弹。那在当前行情下急跌的过程当中，我认为它还是一个主要的空头趋势耐心等待它空头趋势走完当然了，我在 VIP 群中也提到了这个观点大概是在8月16日左右提到这个观点。然后呢，主要的参考物是以太坊，因为以太坊走势相对于比特币来说更加规则一些。我在前面行情当中分析的是以太坊在这个位置特别是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也就是以太坊对比特币价格上的一个变速箱。它出现什么了呢？它正在接近前高这个前高的位置是非常有压力的有着非常大的压力。接近前高的过程当中，以太坊本身出现了什么呢？我们看以太坊我敲一下。以太坊本身在周线级别上也是波峰连线形成弧形顶这个弧形顶在2000美金附近，也就是我之前提到的2000美金附近这个位置上呢它是有非常大的压力的，就是在弧形顶的这个位置上。然后呢，我们敲到日线级别日线级别上它有根连线也非常重要，这根连线呢是前高4877美金出现之后波谷连线连接过来之后，也在2000美金附近形成压力。同时呢，我们看这里面画的非常复杂，但是不要介意这里面有一个133均线和169均线就在这个位置，看我的图这个位置呢也同样在2000美金构成了压力。所以呢，我在之前的预测当中就提到了1900美金到2100美金是这一轮以太坊反弹的一个重要的目标位同时我在昨天做空的同时，我提到了一点就是1650美金附近呢，这个位置非常容易跌破。为什么呢？我画出了一个绿色的线绿色线代表什么呢？绿色线代表5月份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形成了焦点。我们看到了下跌过程当中，正是在这个焦点位，这个焦点位是非常薄弱的地方是支撑过来之后它的支撑力度最弱的地方，所以呢1650是最容易跌破的。那以太坊不同于比特币的是，以太坊之前相对于比特币出现了交易对上的快速上涨，那么现在的下跌呢，我认为它也要快速于比特币所以呢，在2万美金比特币能够到达的时候，我认为以太坊的价格应该在1200美金左右。同时呢，我认为以太坊这轮下跌的目标位是在1000美金左右，在这个1000美金左右有支撑，我用白色线画出来了。这个支撑位到达之后，和比特币一样，它要在1000美金附近做长达2个月以上的持续盘整，然后最终跌破。以太坊终极的目标位，我认为是在260美金左右
这个位置呢，是因为前2轮以太坊下跌以太坊的熊市当中都跌了95%。那这轮行情如果跌95%的话从4877美金跌到只剩5%的话，那以太坊的价格只有260美金只有260美金比特币的目标位，熊市当中的目标位是10500，以太坊是260美金，这是我一直提到的一直提出来的。从这个今年5月份它跌破2600美金，我就提出这个观点以太坊将要达到260美金这个是一直说的，这里面就不做赘述了。当然了，在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底部出现了非常大的交易量，这个交易量是怎么来的呢？我跟大家伙说因为它价格便宜了你原来用5块钱能买5个，现在用5块钱能买10个了，因为它价格便宜了，所以呢，看到交易量出现了暴增加倍只是因为它价格便宜了，所以呢，这里面出现了虚假的繁荣，在这个反弹过程当中出现了虚假的繁荣，所以呢，多头不要在这里面做过多的幻想，只有你等到目标位到达之后，1000美金左右之后才能做8、9、10月份的反弹这个目标位我认为是大概率能到达的。这个1000美金呢，指的是8、9、10月份的中期的能形成底部平台的这个位置，但呢，这个底部平台还是要跌破的，同比特币一样类似还是要跌破的。那么之前有一些强势币种目前出现回调，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做空标的，比如说 CHZ 这种它是在这轮行情当中有一段时间，特别是前2天强势于比特币，但是目前正处在一个补跌的过程当中补跌的过程当中可以做空的，但我认为一定要低杠杆小仓位去做空，因为山寨币就相当于比特币的它自带杠杆比特币自带杠杆的山寨币所以呢，做它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小仓位低杠杆低杠杆。同时呢 OP 是之前比较明显的行情当中的排演，可以认为是山寨币的排演。那么怎么做它呢？我认为你要耐心做它的4小时级别，因为这轮行情呢，它做了什么呢？它做了一轮周线级别的反弹周线级别的上涨，周线级别上涨之后它做了日线级别的下跌。日线级别下跌呢，这个位置呢出现一个低点之后它容易走这个4小时级别的反弹。那4小时级别反弹目标位或者是压力位在哪儿呢？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均线133和169用这个均线就可以做反弹到 1.6 到 1.48 这个区间才是可以布局空单的一个时间节点山寨币和比特币一样都存在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这个原理这也是我 K 线稀有战法第一部分稀有战法的一个精髓。那周末是一个学习的时间，我等会儿也要去图书馆去看一些书然后我的这本 K 线稀有战法29万字的图文已经在淘宝、拼多多、抖音上可以购买了，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在这里面搜索 K 线稀有战法进行购买。今天由于周末所以这个录制时间稍微短一些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观看，同时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